大家好啊！哎，没成功，再试一下开场动画。哦，啊，刚学会这个新的技巧。今天主要就是讲一下，呃，看到一个评论啊，就是一位叫江景的朋友留言问9岁的小女孩想要学一些武术自卫防身，让我有什么推荐的没有？然后我给他做了一个简单的回复，放在这个贴文区里面。社区里，后来我想了想，我觉得这个还是应该录一期视频，好好讲一讲这个事儿，因为这个事儿挺复杂的。后来我又留言回应这个，江景朋友问他说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他还没回复我，或者回复了我还没看到。我先在这儿简单讲一讲吧，就是把我想的一些想法说一说。啊，郑春亲您好，感谢支持啊，看直播。首先我得说一下我为什么对这个话题特别感兴趣呢？因为小的时候不是太懂，但是等到后来，成年以后，到社会以后，特别是我来了加拿大以后，我现在就回想，其实我上学的时候，嗯、就是一个那种标准的霸凌者，这个说起来特别不好意思。你因为上学的时候其实是完全没有意识到的。那我上学的那个年代也没有这方面的观念，就是也不是说出于什么坏的想法或者坏的心思吧。当然，可能现在说是有点辩解的意思，但是现在想一想，当时就是完全就是出于这种玩闹啊，就是开玩笑的这种想法，就做了很多事情。但是现在，特别是我到加拿大以后，我现在看这个加拿大这些社会新闻，还有一些新闻报道啊，包括一些学术研究，我就发现我当时在上学的时候对同学做的一些事情，就是属于一种霸凌。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吧，小学高年级，我属于那种发育比较早的人，所以就个子就比较高嘛，然后体重也是不轻，所以在班里面就属于是比较强壮、比较大一点的同学。如果看那个班级合影啊，就是我们班那个矮一点的同学，可能就大概当时到我的胸口，我看着就好像是比这个同班的一些同学啊，就可能大1年级或者大2年级那种样子。当时我们班有两三个人可能比我高一点，有一个是留级了2、3年，他比我们大很多，他比我高。还有一个同学，那个是他应该就是这种先天遗传比较好吧，父母都比较高。他上小学大概3、4年级的时候，就比我们这个班主任个儿都高了，应该得有1.75米，将近1.8米的个子。后来也是挺高的。剩下就是我就比其他同学都要高一点，然后因为我又比较壮嘛，因为当时我自己有这种注意锻炼，或者说当时其实受这个影视剧啊，受小说啊、武侠小说，还有这种日本漫画，包括一些港台的漫画、美国的漫画，这个影响。因为那时候看《七龙珠》嘛，那时候就学着模仿这个悟空还有这个小林他们在这个龟仙岛上特训嘛，每天早上起来自己就是主动去锻炼，然后放学以后也没事儿，当时就是学习没什么压力，就也没有说这个像现在这个中国的孩子这么卷，就当时感觉学习就很轻松啊，也没有什么花什么时间精力。而且我之前直播不是讲嘛，就是我这个因为一些这种梦境的经历，你说是前世记忆也好，说是一些幻觉也好，就我当时的一些这种日常表现啊，你要按我现在的知识来看，
我觉得可以诊断成这种自闭的倾向的。你像我妈就老说我特别小的时候，就是整天就不跟人说话的，就整天就在家里面干什么事呢？就坐在床上，然后把那个家里的卫生纸也好，什么材料的那些纸也好，她不撕书，就是撕这个纸，然后把纸撕成一条一条的，每一条都很均匀，就从早到晚就只做这一件事儿。吃饭是觉也不吃，就是水也不喝，然后就是坐在这儿就干这个事儿。然后我一开学的时候，上小学上中学的时候，一开学就一般是9月1号之前先开一个这种开学的这个会嘛，然后就把这一学期的这个教材就发下来了。发下来就是他还有一个星期，大概10天这种假，还没有正式开学。然后我在家里就会做一个什么事呢？我就会把这一学期的书全都自己看一遍，然后看一遍我之后，我就基本上就都记下来了。之后上课，我觉得就是都是好像老师都是在重复这些东西。然后我当时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反正是有那种你说是叫幻觉吧，我觉得是真实发生的。但是别人就在我看，别人来看我的话，就觉得我是精神不太正常，就是有这种幻视幻听吧。你要按现在来说，就是别的同学问我说你怎么学习这么好？我说这个老师不是有这个难点重点的时候，他都会讲2遍嘛，先讲一遍，然后还再讲一遍。然后他们就很吃惊的看着我，他说没有啊，老师就讲了一遍。但是我自己听着，我觉得是好像老师又重复了一遍。然后我就经常是，反正我父母就经常看见我自己在家里面就自言自语。但是我觉得是有另一个人，就跟我一样大的一个小孩，就是在我旁边跟我一起玩。反正就这个，他们说，可能现在这个心理学研究说是会形成这种，叫什么虚拟的朱棣吧。然后我自己不觉着，但是后来这种现象就比较小了，就也不太在意了。我觉得就是一个个人经历，反正就是有这个经历呢，你就学习成绩就比较好。然后当时的老师呢，又是这个你学习成绩又好，就比较放纵，就不太管你。然后这样呢，对其他同学，就比如你可能你不经意的说出一些话呢，就其实就很伤他们的心。然后你个子又比较大，然后他们反抗又反抗不了你，那你什么推推搡搡啊，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现在的标准来看，应该就是伤害到一些同学了。这个其实挺不好的，我现在是挺后悔的，我觉得那么做挺不应该的。这个肯定是我个人的原因占大多数，但是也跟当时的教育啊，当时的这个可能就是家庭的教育，学校的教育，可能这方面也确实做的不够。那我现在也是，像对我的子女，我就觉得就是这方面我是重点要注意的，他这方面有问题，我肯定要及时干预。所以看到这个江景他这个留言啊，我其实触动是挺多的，因为我看到他说9岁的女孩，他就想学这个武术自卫防身。我觉得这个心情是能理解的，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社会上负面的这种新闻经常报道嘛。就不说这种县中事件了，就是学校里面这种校园暴力，不管是中国还是加拿大、美国，还有其他国家，我看都有报道。但是我觉得第一个不要过激反应，这个新闻能成为新闻啊，是因为比较少见，并不是说它变成一个普遍现象。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校园环境。小朋友之间交往还是属于相对比较平和的，但是确实是会出现，就是现在西方这个叫做霸凌嘛，这种现象。这个现象呢，其实是一个社会学的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本能，就是它会在一个群体当中建立这种心理的秩序，就是它的权威等级制度。但是我们是可以通过
一些知识的灌输，还有一些准备，你包括你心理的建设，可以避免受到伤害。同时，尽量不要去霸凌别人。这个我其实特别担心我的小孩在学校里面霸凌别人。这被霸凌其实是有很多方法可以避免伤害，可以自卫。但是你如果是把这个孩子担心他有霸凌，你上来先想的是说，哎，我怎么去报个武术班，怎么拜个老师，学一些这种格斗的技术，然后有霸凌来的时候，我可以通过暴力制止，可以通过暴力甚至反压过去。这个想法呢，其实是挺危险的。因为你过小的孩子，你给他树立这种观念的话，他很可能就种下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种子，就是他会认为，很多问题我可以通过暴力来解决。但是实际上，我们成年人应该都知道，你在社会上也好，在校园里也好，暴力并不能解决很多问题，甚至你如果诉诸暴力的话，反而会给你带来很不好的影响和结果。嗯这个就是通过这个留言我想到的。那怎么办呢？我就是把这个分几块拆出来讲一讲吧。第一个，9岁确实是太小了。一般来说，我们认为说12、13岁就身体开始发育，就是第二性征开始明显的时候，这个人的体格、他的肌肉成长才进入一个快速期。所以你如果是12、13岁之前，你去学这些主要针对格斗的这种对抗性的这种训练，或者说武术也好，或者格斗技术也好，这个其实对他的身体发育，还有他的心理成熟，都是会造成有时候不太容易逆转的一些这种拔苗助长吧。传统来说呢，就是我们管叫拳挑人，就不是人挑拳。好多人觉得说，我学一种武术或者学一种格斗技术，是我自己的主观选择，或者说现在也有很多家长就是去给孩子选这种体育类的兴趣班，就是我喜欢让我的孩子学击剑，或者我想让我孩子学这个滑雪。你现在像这个谷爱凌啊，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华裔的运动员吧，在这种国际赛场上就出人头地啊，然后崭露头角，然后就想说，哎，孩子能不能通过说这种专项运动从小培养，还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样呢，通过这种体育运动拿到一个比较好的上学、上大学，然后进入社会的一个途径。这个是可以选择的，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要选择孩子适合的。但是在12、13岁之前，其实不太定型的时候，你很难选择。当然，有经验的这种教练，比如专项运动的教练，他是可以根据父母的这个体型，还有孩子的身体条件，他会做出一定的筛选，就是你这孩子适合这项运动，或者不适合这项运动。适合的就不说了，不适合的话，就很难通过后天的努力，或者说我砸钱请私教，然后加大训练量，把这个训练成绩做出来，这个是非常难的。你只有说你的身体条件适合，你才能够在这个成绩里，在这项运动里面，或者说在这个拳术里面取得一定的成绩。反过来呢说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你。一个人如果他从很小的时候，不管是5、6岁，还是8、9岁，还是说12、13岁，他就长期从事一个单一或者1、2项这种运动，他最后的体型、他的思考方式、思维模式，遇到事情的时候，他的判断力、他的选择，其实都是会受这项运动的影响的。运动这块我们不说太多啊，但是不太建议说太早就给这个孩子定项目，特别是一些这种竞技类的体育项目。主要还是鼓励大家，小孩就是尤其是12、13岁之前，就是你就给他做一些这种基本的
田径训练还有游戏就可以了。你太早学这些专项的技术，不管是说网球、高尔夫球，还是说滑冰、滑雪，它其实在他青春期发育之前，他的这个身体结构和青春期发育之后这个身体结构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样你之前练的这些肌肉记忆，它的运动模式，并不能为以后他的运动表现做出一个好的正向的一个积累，反而有可能会造成阻碍，就是他身体突然一下发育，比如突然一年长了5厘米、10厘米，体重一下增加很多，然后他的运动表现可能反而是会比小时候要下降的。我们在一些这种国内国际的运动员身上都能看得到，我就不提名字了啊，就是比如可能很小的时候就参加国际赛事，然后都是国际上都认为是天才啊，就表现成绩比很多成年人的这个成绩都很好，但其实很多是因为他占了这个儿童身体结构的这个优势。后来很快就是过了几年，他身体一发育、一长个儿、一长体重，这个比赛成绩就直线下降，就不复当年的这种风采了。这个我们就不提名了，但是大家能够在这个新闻上能够看得到。而且你如果是普通孩子，如果父母的都没有这种运动的习惯或者是运动的经验的话，你很容易就把他带偏。那从武术上来说呢，大家可能没什么经验，但是我们经常接触交流的话，就知道，老练一种拳术或者从小练一种拳术的这种人，他的体型是特别有特征的。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这种练拳击的人，他的体型、体格、身体特点，还有练这种巴西柔术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练摔跤的人也是能够看得出来的。练这个相扑的就更不用说了。然后中国传统的武术的话，比如典型的话就是练少林拳的。练少林拳的人的体型呢，不是说王宝强啊，王宝强他这个身体条件就是明显不太适合练这个少林拳。他的体型如果是练这个翻子拳，或者是练这种咏春拳，或者是南方的一些拳法，可能更适合。他练这个少林拳，虽然最后打的也不错，但是可以说他的吃了很多苦，而且如果练其他的拳，他应该是能够成绩会更好一些。所以他就没有典型的这种练少林拳的体型。练少林拳的体型，他就是第一个是这种胸阔、胸宽，然后肩阔，然后他的这个胸肌会比较发达。然后北少林的少林拳，包括一些南少林拳，就是都已经说的很明确了，就是叫少林拳嘛，那就其实是不是太适合女性练的。我看好多现在有些网上有一些这种女性练少林拳，最后就很容易就把自己练的状态不是太好。包括有一些很流行的健身法啊，就是大家听名字就应该能够分辨得出来，有些东西呢是不太适合女性练的，就比如叫什么什么金刚的。这个金刚这个概念，大家可以查一下字典，查一下典籍。这个不管道教还是佛教，它都是有相应的原型的。这个形象呢，就和我们大众认知的这种女性的形象差距是比较大的。我想大多数的女性应该是不希望练成那种状态的。那女性适合练什么拳呢？比如就是咏春拳，其实就是很适合女性练。但是我们说现实当中这个咏春拳啊，和这个电影里面这个咏春拳不是一个概念。咏春拳比较适合在这种狭窄的巷道里面，就是南方那种比较窄的巷道里面去这种对抗。它对这种女性的身体条件啊、生理特点还有心理特点是
比较能够发挥优势的。北方的话就是梅花拳，梅花拳也是很适合女性的一种拳法。而且你练这种拳以后，你的体型、你的性格，可能是更符合我们传统就是美学观念啊、传统文化认为的这种女性的特点，不会说对你的生理结构或者是身体发育有些影响。反过来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困扰啊。你看这个，我反正看加拿大的这些微信群里边，华人的家长就是对这个自由党这个什么性别认同教育，他是特别反对。但是他对一些传统的一些观念呢，就是又特别赞成。这个就是其实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这个就不细讲了，细讲我怕可能投诉的会比较多。这是从传统武术上来说。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从现在的这个健身理念，还有就是身体发育的这块讲的话，就是你如果太早的进行这种武术的这种对抗性的训练，是会让他这个肌肉系统还有他的骨骼系统发育会造成一些负担，并不是太适合。现在有现在的这种科学的健身理念，你去科学的去锻炼的话，对他的生长发育是有帮助的。如果一些传统的一些练法呢，有些方法其实是比较消耗气血的，不太适合未成年人。过去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穷文富武”，就是说你家里没钱，你想学文考这个科举，你去买几本书就可以了。哪怕没有老师，你只要有一个人给你入门啊，你就不断的去读这个书，你去拓展思维，你是有一定几率去考中这个科举的。当然也是很难啊。但是你要学武，你说我家里没钱，你要学武，那这个是天方夜谭，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第一个，你学武你要消耗大量的体力，然后你如果你的饮食、你的蛋白质摄入不够的话，跟不上你的消耗，这个人可能他最后都不说影响发育了，就是他能不能活到成年都是一回事儿。传统的内家拳，我主要说内家拳啊，外家拳有外家拳的练法，然后硬气功有硬气功的练法，但是传统的这种内家拳，尤其是这种世家传承的，就是我们在家族内部传承的这种内家拳，包括就是丹道啊，他从小培养的话，他其实是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大忌，这个大忌呢是特别符合现在的生理学还有这种生育发育的这种自然的规律吧，就是他在18岁之前是不能让这个小孩有任何疲劳的感觉的，就是他只是说大多数是让他做一些这种抻筋拔骨，比如说我们说的一些很类似现在的这种广播体操了，就是让你的身体的四肢、脊柱啊各个关节能够得到最大范围的活动啊，保证它的灵活性，保证它的这种肢体的气血运转是比较好的状态，同时是避免任何疲劳。他就是哪天突然自己说：“哎，我累了、困了。”或者说这个老师或者说这个家长看到这个孩子有疲劳的表现，就是他还没说出来，但是你从第三者的观察，你能观察到，哎，怎么刚才这个玩的还挺欢的，现在就一下蔫了，或者就玩起来好像没精神了，这个就说明他有疲劳。它分两个，一个是肉体的疲劳，一个是精神的疲劳。肉体的疲劳就是他比如这个开始有点犯懒了，不愿意起来了，不愿意到处跑了。正常你从我们日常观察来看，就是说小孩这个气比较足啊，他去哪儿他都是喜欢跑的，他都不愿意说规规矩矩的那么一步一步那么走过去，就是喜欢我从这儿冲到那儿，从那儿冲到这儿，就跑来跑去不停的。
这就是他身体的这个气比较足的一个表现。那如果他不是这种，就特别那样，就整天就窝在沙发这看电视、看 iPad，或者你要出去走一走吧，哎，不愿意走，懒得走，这个其实是他表示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气有些运转的不畅，或者说是本身气有点不足了，阳气不足的表现。那这个时候呢，传统的这种内家拳的传人，他一般是，第一个就是保证足够的蛋白质摄入，就是你炖牛肉得天天都有，顿顿得有，或者是炖鸡吧。这个就是老王就是比较推崇这个炖鸡的这个鸡肉鸡汤。传统的练这个武术一般是，炖牛肉或者炖猪肉。羊肉一般就是太燥了，就不太适合练拳的时候吃。牛肉或者是猪肉是可以的，保证它蛋白质的摄入，这是从说血的这块，然后从气的这块就是保证它的睡眠，睡眠要每天要完全充足的睡眠。这个我看那个NBA 原来有一个华裔的球星叫什么来着？到嘴边忘了。就是他有一个采访，就是别人就说，啊，那科比都说自己每天早上4点起来练球，你早上几点起？然后他回复说，我从来不早起，我也不晚睡，我每天睡12个小时。然后他认为他的诀窍就是每天睡12个小时。这个我有一个原来同学，后来也成为同事，王大夫，他就是有同样的这个经验。他的家庭呢是在河北沿海的一个城市郊区，或者说就是农村地区吧。然后他家呢，就不是说因为穷啊，他就是有这种生活经验。然后呢，家里面呢，就是这种形成一定固定习惯了，就每天太阳落山，这一天就结束了，就不开灯，不点灯，直接就上床睡觉。所以他后来跟我说，包括他后来我看有一些讲座，他也说他睡觉的，就是每天天一黑就睡觉，基本上晚上北方就是晚上7点多钟不到8点，他就上床睡觉了，睡到太阳出来，就是阳光开始照出来了，他就起，然后学习什么就都是在白天完成的，就晚上从来不看书。所以呢，第一个他就是视力比较好。第二个，他这个学习真的是完全不吃力的，就是很轻松的就可以应付这个学习，然后考上大学，并不是说靠卷上大学的。所以这个睡眠是特别重要的。那传统内家拳，他这样训练到18岁，或者有的时候会更晚一点，就是到24、25岁。那为什么等到这么久呢？第一个就是你的身体结构完全定型了，这样你就不会说突然又长高一截，手臂突然变长，腿变长，这样你人体大脑对这个距离的判断，对你的这个肢体的活动范围的判断，不会说出现一个大的偏差，要重新学习，就是你已经适应这个状态了，就跟我们开车一样，好多人开大车开习惯了，换小车不适应，或者开小车开习惯了，一换大车，不适应，找不着这个边界呀，我这轮子在哪儿？侧边停车应该留多少余地？这个格斗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距离判断，我这一步能不能打到对方啊？对方一拳打过来，一脚踢过来，会不会踢到我？它是一个不是说后天思考的，它就是一个习惯，一个空间判断能力。那他到成年以后，他是等于是身体结构已经定型了嘛，所以他就不需要这方面的判断，他就直接去，这个时候再去开始学一些这种对练，然后一些打法，然后才正式开始学这种，太极拳呀、形意的这种内家拳。然后再加上一些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所谓的
内丹的意识训练，意识意念的训练吧，就是让你这个心与意合，然后这个气与形合嘛。这个你从古代的观点来看，就是古代有古代的说法，那现在来看呢，就是说你就避免说他这个身体结构神经还没有完全发育的时候，你就老是反复的训练，让他处于这种叫神经应激的状态，就是你神经是处于一种不太正常的状态，那它就会影响他的神经发育。好多我见过，就是包括网上现在也有一些案例，就是有些我们看说小女孩或者小男孩，他很小的时候，这个家长可能有这个家学渊源吧，就从小就训练他拳击啊，练空手道啊，这个你可以看到啊，很小的时候就打树、打靶，甚至跟成年人对打，一点不吃亏。而且就看那个动作啊、反应啊，就是很犀利的这种感觉。但是后来他身体一发育，一到这种青春期，成年人一发育，你发现这个视频没有了，就好多其实就是他的这个状态就变得特别差了，就是他习惯他很小的时候那种我们说没有发育之前的那种身体状态、身体结构，然后等到成年之后或者身体一发育，他就特别不适应。这种你小的时候训练的越多，你到后期它适应的难度就越大。这也是好多我跟这边的一些专项运动的一些教练聊天，他们也是说，就好多华人的孩子呀，他没经验，家长没经验，就从小的时候老是不断的加练，甚至说我还听说有好多回到国内再找这种专业队去训练，然后你训练一个假期回来以后，比这个同俱乐部的同学啊，这个小伙伴一下就拉开差距了。这并不一定都是好事儿，你其实是一个对他这个运动潜力的一个透支，就是他当时表现，你在同年龄组你没有敌手，但一旦到了这个12岁、13岁、15岁，这个别人身体一发育一起来，然后你之前练的那些技术就都白练了，然后你要重新学习，重新适应你这个新的身体结构。那其他的同学他体格一上来，你就完全就被淘汰掉了，这个是很可惜的啊。之前做的好多就是无用功，甚至说是反而是负面的了。这个是从训练上这块儿，另一方面就是从心理上这块儿，刚才说了，就是你让他形成一个，我碰到别人欺负我，或者碰到我看不顺眼的，我用暴力就可以解决。这个一旦形成这种心理，他在社会上是会处处碰壁的，包括在学校里面，就是他高年级他也是会处处碰壁。嗯，你包括其实，这个有的例子不是太好讲啊，就大家可以想象啊，就是如果他形成这种思维的话，他不光是说碰到说这种霸凌的现象的时候他会这样，他去做作业、考试啊，然后他去跟别人交往的时候，他都会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是他会追求这种捷径，或者说我通过暴力，或者说我通过力量，或者我通过某些条件，我可以跳过正常的规则，这样是特别不好的。嗯，那怎么做呢？怎么做？我觉得就从几块来说吧。第一个锻炼就是我们可以学一学，就是传统内家拳的他们这种练法，就是你身体没发育之前，你就尽量不要考虑说我去怎么去练这个对抗啊，或者我怎么应对这种别人这种霸凌也好、欺负也好，而是说我就练我的身体条件，我基础条件就是我
在那个回复里面也说了，就是你练一练基础的田径、跑跳投，就是我身体条件先练好了。这样呢，它并不是说我怎么光靠跑去逃跑啊，或者说阿 Q 精神啊，这个其实更多的是你通过这种体育的训练，第一个你可以练这个逃跑的能力，就是我躲避危险、躲避风险的这个能力。第二个呢，就是通过体育训练，它是可以不断的建立这个对自己身体的这种自信的，这个是更重要的。就是他通过我这个学期我100米跑多少，然后我跑800米跑多少，然后我练了1个学期或者练了几个月之后，我的成绩在逐渐提高的。这个真的是对每个人都是有效果的，并不是说一定要有这种田径的天赋。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女同学，她是9岁上高1，就比我们小很多。她在我们班的女生里边就肯定是个子最矮的了，也是最瘦的。因为你9岁嘛，你跟正常高中15、16这种女生肯定是体格不是一个体格。但是她就从小练跑步，所以她在我们这种校运动会的时候，她可以跑到我们全班的前3名。所以你说我要去学个巴西柔术，学个拳击，你可能1年你学不到什么特别实用的这种技术的。但是你学跑步，你好好跑1年，你这个跑步能力是可以，我觉得是可以到同年龄的组的前10%是没问题的。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是不做这种田径的这种跑跳投的训练的，只要你认真练。我记着我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特别典型，他是那个就是原来老王说那种在学校特别容易被欺负那种，就是又瘦又小，然后胆子又小，学习也不好，一个小男生。然后他父亲就看着就特别着急，然后就找我们学校的那个校训练队的老师，就说：“哎，让我这孩子跟着训练队一块儿训练行不行？”然后那老师都发愁，他说：“你这孩子体格太差了，你跟不上的。”然后结果就是怎么最后还是说我们不要练出成绩来，你就让他跟着一块儿训练，你们练什么他跟着练什么，练不下来也别管。真的就练了1年，然后这个同学呢就从那个大概可能1.4米、1.5米那样，就变成1.8米了，然后整个人就长起来了，肌肉也起来了，跑跳投成绩也起来，而且他通过运动，这个整个人就变得特别自信。这个身边的例子，我觉得大家应该身边都能找得到类似的例子。就是其实同样的例子，我身边有好几个的，不是这1个2个。所以就练基础的田径、跑跳投，全面发展，积攒这个体能，积攒这种身体的反应能力，就训练他的反应能力。其次呢，就是他的这个心理的这个自信建立起来。你有自信的人，在这个校园里面也好，在社会里面也好，其实是至少说不吃亏，而且很多时候你是会有优势的。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吧，跟我一个小师妹一块儿看电影，然后看完电影呢，就出去就比较晚了嘛，然后我就大大咧咧的就开始往外走，然后她就特别害怕，她就很小心的，她就把她那个钱包啊、细软就是贴身收好，然后她就很害怕，她说咱们这个能不能换条路走？哎，我说为什么换条路走？我说这个电影院这么直着走，不就到学校就回宿舍了吗？然后他说不行啊，他说这条路比较黑，路灯少，咱们绕一圈，从那个大路那边回去行不行？
我说不用吧，我说这个我这么走很多年，什么事没碰到过呀。然后他就一下就急了，然后他就说你这个身体条件，然后你去走，当然不会有什么风险了。他说我是女孩，我这么走我就很担心的。然后我当时一听，我才突然琢磨过来，就是确实是有道理。然后反过来推的就是说，你如果这真的是很有自信的话，就不用太担心这个事儿。同时呢，就是我们从这个玄学上来说，就是这个坏人或者说他有这种不好心思的人吧，他也是挑目标的。如果你很有自信的这么去走，哪怕说你个子小，他其实也不太敢这种侵犯你的，他也是要挑这种好欺负的，或者是看着弱一点的这种啊。你自己很胆战，就很害怕的溜着边走，他就专门找这种人的。这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年正好是那个图书馆重新装修那个楼，然后有很多这种农民工吧，在这里面，所以就有点乱。然后当时呢，我们班一个女生就是下晚自习，她就习惯嘛，就从这个图书馆这个小路就往宿舍走，结果就碰到这种持刀抢劫的了。两个成年男性，然后就把他拦住了，一前一后，啊，就不光是要劫色了，就是不光是劫财了，就还要劫色。但是呢，我们这个同学呢，就是比较特殊，他就很轻松的就这个空手夺白刃，反而把这两个歹徒给砍伤了。后来学校也没追究吧，就正常处理了。因为我们这个同学是全国刀术冠军，然后我也觉得可能就是天黑吧，天黑这个灯光不太好，所以这两个歹徒可能也没经验，就也不仔细看一看。就是其实我们那个女同学，这么说可能有点不是太尊重啊，但是如果是白天我们俩站一块儿，她看着比我壮，这个不知道当时这俩哥们儿怎么想的，还是这个劫财又劫色，拿着刀让人空手夺白刃给捅了，我觉得不是太正常的想法。一般来说，就是你只要有自信，而且你对自己的体能有信心，你其实是可以应付大概90%的这种危险的情况吧。剩下10%，说实话，就是你做再多的准备，你可能也是应付不来的。只能说我们通过一些方法，我们可以把损害减小到最小，保住生命为第一要务。你说极端情况的话，这个，咱们不是新闻都有看到吗？你这个美国的拳击冠军拳王都有被小混混打倒的，那这个都是极端情况了。我们就不讨论极端情况，就是说基本的情况。所以，针对这个说你8、9岁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我觉得第一步就是练好田径、跑跳投，你要有这种跑的能力。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心理问题。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有一个视频，可能很多人都看过。就是有一位心理学家，他做了一个模拟演示，就是说当你面对校园的这种口头上的霸凌、语言的这种霸凌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应对？并不是说好多传统的观念，就包括我小时候看这个《成长的烦恼》，里边有一集也是，就是说这个 Jason 就直接这个打过去了，甚至把这个对方这个孩子的父亲也给打了一顿，最后就是两败俱伤的结果。你像好多这个家长都是说，尤其是我在国内看到这种社交媒体上面，都是说
这个孩子在学校被欺负怎么办？就是有的家长就说叫你打回去，甚至说打输了回来还得再挨一顿打，就打到赢为止。然后教你各种阴损的招数啊，怎么耍赖啊，怎么去攻击他的弱点呀、怎么不要命啊，怎么这个玩命反击啊，这个就是打回去是最重要的。因为可能有的人还是认为这个社会啊，这个学校里面是没有这种规则的，但是实际上这个就跟刚才我们说的一样，就是你打输打赢，或者说并不是一个真正解决这类问题的一个好的方法。我看那个心理学那个视频啊，那个他演示就是让一个女孩假扮这个霸凌者去霸凌他，用语言去霸凌他。然后呢，他并不是说，哎，我怎么通过暴力，我一拳把他打倒，或者说给他一个过肩摔，终止他这个霸凌的语言行为。实际上，你真这么做了，并不能解决这个事儿，反而可能让这种霸凌就变本加厉。而且是大多数情况，可能你的体格、你的格斗技术，你不如对方，你并不一定真的能打赢对方。他反而是用一种什么方法呢？就是把这个通过心理建设，来把这种霸凌停止，然后从这个霸凌者的这个心理角度来考虑，然后怎么让这个霸凌者觉得，哎，这个事儿没意思，或者达不到他的预期。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3步。第一步呢，就是物理静音，就是你不要把他这个语言的霸凌当成真的。比方说你好丑啊，你好矮呀，你这个好差呀，这个不要当成真的，那个是他语言，他故意这么说的。他的目的呢是要激怒这个被霸凌的人。如果你发怒，或者是你害怕，或者你流眼泪，或者你觉得委屈，或者你想反抗，你想跟他打一架，这个其实都是正中这个霸凌者的心理，就是他是希望看到你的这种反应的。那反过来，如果你面无表情，你对他没有任何反应，甚至反过来你微笑着看着他，这种呢就是等于是对他的这种权利还有情绪的这种，就是把他剥削掉了，就给他这个情绪就打断了。他本来想看的这个，但你没给他看这个，他就接不下去了。这个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吧，我们这个同宿舍一块看电视，就是有一个小品还是相声，然后我就笑了2声，就是也没当回事儿。结果突然有一个同学就莫名其妙的就冲着我就说：“他说段然，你笑的声音太难听了，是我听过最难听的笑声。”那一般人呢，可能就直接骂上了，或者是直接就对抗上了。但是我当时我就什么想法呢？我当时就没想法，就我觉得你觉得难听，我不觉得难听啊。难听的我多笑几声，让你难受难受呗。反正就是不要冲着他的预期去。你如果冲着他的预期去，就会让他觉得乐在其中，他会变本加厉的越来越来这个语言上啊，或者是行为上的这种霸凌会逐渐升级。但是你反过来，你把他这个预期打断，就把它当成一个路边的乱叫的小狗吧，你就不要因为他的语言影响你的情绪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你可以反向的同意，就是你说我笑声难听，哎，我就
成功，哎，我笑声是难听，你还笑不了这么难听呢。同时呢，你一定要岔开话题，就是他跟你说 A，你跟他说 B，就是我当时是什么情况？当时是这个同学呢，开学的时候，呃，别人都是交了这个叫什么押金嘛，然后就领一床被子，然后领一些生活用品，然后呢，他在我们宿舍呢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他自己说是什么汇款出问题了，然后就没领到被子，所以就睡着这光板床。然后当时我就借给他这个钱，让他领一床被子。结果我当时他说我笑声难听嘛，那我就说，哎，你什么时候还我这个押金钱呀？就是你把这个话题转移开了。然后他自己肯定没还这个钱，他心里有点理亏嘛，然后就打个哈，这个事儿就进行不下去了，就没法再这个挑我的毛病啊，说我这些其他的这些话了嘛。那这个就彻底终止了。所以呢，如果不终止，如果这个他还是有这种不断的找角度，那怎么办呢？就是你要这个把这个链接切开，切断这个链接，就是远离他就行了，就看不着就完了，或者就马上离开这个场景，脱离他的主场，这个就是很简单的。后来我看那个视频就是演示嘛，最后那个小女孩说：“哎，你好丑，你好呆呀。”然后那个心理学家就说：“哎，我是呆呀，但是你很漂亮啊。”然后那个小女孩说我最讨厌你这种书呆子了。然后那个心理学家就说：“哎，谢谢啊，我是这样，然后但是我很喜欢你的衣服。”然后就几轮下来，那个小女孩先绷不住了，就没法再说下去了。这个方法呢，其实是这个心理学家用了一个在这种校园处理心理问题的30年的一个心理专家的一个校园心理学家的一个总结出来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其实是非常好的，但是它就和传统的我们这种生物本能，还有一些传统社会的一些观念是有些相反的。大家有兴趣的话，我找那个视频，看看能不能把链接发出来，大家可以看一看，或者是把它背后的这个原理，我再录一期视频，好好讲一讲。我反正是从这个视频里面学到挺多东西的。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讲了刚才说这个身体锻炼，就是你要看它的发育程度嘛，不要太早练这个，不然你的身体和心理都会有一些问题。反过来，你通过身体和心理都是有办法应对这种霸凌也好，或者说就是校园里面这种情况。但是我后来想想，可能这个江先生我也不知道是先生还是女士啊，这个网友嘛，江景，他说的这个问题呢，是不是还担心说现在国内有一些这种社会新闻啊，就比如这种无差别报复这种事儿，应该20年前就有了。我记得特别清楚，北京的第一起就是去这个小学砍人啊，这个事儿大家查一查，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厂桥小学，就在北京四中边上。当时我正好是在护国寺中医院实习，我每天坐公交车，从学校坐公交车下车，那就是厂桥小学对面那公交站，厂桥那站。然后那新闻一出，都很震惊的，就是他报复社会嘛，就直接跑到这个小学校园里面砍小学生去了。那你这种极端情况，就包括还有就国内有一些人贩子的这种新闻，就是当街抢小孩啊，当街这种骗小孩，这种事儿，可能就比那个校园霸凌这个严重的多。那这个就是，真的是要准备准备，但不是说你报一个武术班，你学个1年2年这个什么巴西柔术或者是这个短棍能解决的问题，或者你学拳击学什么都没用。
那你8、9岁的孩子，甚至说你说12、13岁的孩子，你面对这种成年人，甚至是他是有所准备，拿着凶器的，或者说他就是人贩子，他做好种种准备的情况下，你学这个根本是绝对没有效果的。不是说我练2天少林拳，练2天咏春，或者学巴西柔术，你面对菜刀，你一样没用啊！而且是成年人对孩子这个体格差距太大了，这个解决不了，不是通过这种方式能解决的。怎么解决呢？就是你要教会孩子他的安全意识，就是他要有这种观察能力，就是大街上面有没有一个人是不正常的？比如这个人明显穿着不符合季节的这个厚衣服，然后也不看手机，他这个眼神看来看去，看的这不是一个正常地儿。你正常人他要不然他就是往前看走路，要不然他看看招牌啊，或者是低头看着手机。这个我们说就是普通人，他准备干坏事的人，比如报复社会，比较想要干这个现中行为啊，或者说是准备捅人的，他的眼神是不对的，他的行为一定有异常的情况。那你一旦发现这种时候，及时躲开，然后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就是你要告诉他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危险。第二个呢，就是说有冲突，社会冲突啊。你像我那天说的，就我这买着早点，后边直接上来就卡脖子要绞锁的，这个就是冲突嘛，就是突发情况，包括就是你在社会上也好，在学校也好，突然跟别人起争执，不要争对错，对错是没有意义的，就是你对了，你错了，你有理，你没理，并不是说你通过争吵、争辩，你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结果的。第一步，尤其是处于孩子这个状态，就是你要教孩子，如果在社会上、在学校里面跟别人发生冲突了，不要去争对错，先道歉，然后转身离开，缩小你的目标特征。就是因为好多这种街头冲突啊，都是话赶话，就是你瞅啥？瞅你咋的？瞅你削你，再瞅削你啊！就是话赶话赶上了，然后情绪上来了，这个理性就没了，就开始有这种冲突的。这大多数的这种街头冲突意外事件是这样的，并不是说那种精心策划的。现在有的那个精心策划的这个现中行为，这个是防不胜防的，这基本没有什么防护。但是这种突然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最后呢，就是说碰到极限情况，就是要学会脱困。尤其是对小孩，还有对就是很多年轻的女性吧，就是这种体格不占优势的。你说我看网上好多教什么女子防身术，或者是说你这个一招灵一招制敌，你学这些是不会有用的。教你什么啊？比如说，我们就说你学了陈鹤岗的这个无限制格斗，一旦体格差太多，一样是没用的。他可能头1、2下，他没见过这种，他一吃惊，可能被你打这么1、2下。你要有趁手的，你可能把他打伤了，流点血，或者你打不到要害的话，反而会激起他的凶性。他可能本来就是想制服你，并没有说想干什么。你见了血，那他就一定要把你打到出血才行的。这个是说为什么不推荐这种太小的孩子你去学这种格斗技术啊？就是我们以前练武啊，或者是练这个格斗术的人，其实都有一个默认的一个意识，就是如果你发生冲突的时候，对面是没练过的人，那你其实你是有优势的嘛？
你其实你打到你能够控制他，能够制服他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一看对方是练过的，或者可能是练过的，这时候你心里边这种潜意识的这个警报级别是提高好几级的，就是不是说往制服去了，就是得打到对方不能反抗为止。就这个说的明白吧？就是如果你啥都不会，那我可能碰到一个人，他的想法就是，哎，我能控制住他就可以了。那如果你表现的我练过，那对方可能就是一定要打到你完全不能反抗为止。这个时候往往就可能出现很严重的结果了。而且如果真的是碰到坏人，你让他打到你没有行动能力，那你反而你面对的结果可能是更差的。反而你藏点拙，你就假装我没有反抗能力，我不反抗，然后趁他大意的时候，你还反而有逃跑、有逃生的机会。就是你要有清晰的一个敌我判断能力，就是这个我能不能对抗，然后或者我对抗大概率是什么结果，然后你选择你的这个应对方式，然后拔腿就跑。就跑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喊救命。这个我看了好多这种警察也好，这个专业人士也好，都反复强调过。我在这就提一句，就是喊救命，好多时候不仅没有用，反而会起反作用。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你一旦喊救命，好多路人他第一反应是躲开，或者说躲远一点。怎么喊的？你看着火了，或者砸车了，哎呀，就是你把这个从对人的威胁转变到对物的威胁，对身边人的威胁，然后这个时候他才可能得到帮助，就是路边这种看热闹的人、闲杂人等，才有可能真的去帮你。那就是一个社会生存的一个小技巧吧，就是大家一定要学会观察，然后有这种危险意识，然后自我保护，就是避免冲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包括很多热点新闻的事件，就其实大家事后看呀，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在发展到最极端的那种情况下避免，或者把这个事情比较小的这种避免自己个人得到最大的损害损伤。这个不是说让你学阿 Q， 就怎么说呢？就我觉得就是王教主说的那个很对嘛，就是好多人都是劝别人怎么反抗，但是实际上好多时候你是没有能力反抗的时候，你就认怂就好了。就是王教主这一点说的是特别实在的，就是你对你庞然大物，对你这种远超个人能力的极限的这种对象的话，你是反抗不了的，那你就认怂，你就蹲下就完了，并不是说你要学个武术，什么上山拜个师，你随便来个人，你都可以反抗，都可以平汤啊，都可以以暴制暴啊。这个是好多这种电影里面才有的情节，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因为我们说坏人也不傻，坏人也有机会去练拳击，也有机会去练这种巴西柔术，也有机会去学这种咏春拳、学太极拳。那你怎么能保证你就一定是比对方强的呢？这就是我看到这个评论以后想到的这些点。那也除了田径之外，就是跑跳投这个基本体能不说了，然后你这种观察能力，然后遇到危险怎么避免冲突，这个之外呢，有一个我觉得是这种家长或者说你如果是家里人
可以跟这个女性啊，跟这个包括一些男性，还有小孩小朋友，可以你当做一个游戏去做的，这种训练，这个你不用去报班，报班通常也不教这个东西，因为传统武术啊，不是太细分的话，不管什么拳种，大概就是分功法、练法，还有打法。打法就是一般现在社会上不太教的，所以好多人觉得说传统武术不能打嘛，因为你没学打法嘛，你就只学那个单操啊，只学这个套路了。那没学打法，那你怎么打？你靠本能。本能的话，就是有的人就没练过，他的本能就很强，他就可以打得很厉害。那有的人他没有这种本能，或者本能没有激发出来，那他就能力就差。甚至好多时候是人的本能是，上来给你一巴掌，给你一拳，人就打懵了。尤其是小孩，他脑子就宕机了，他就没有这种对抗训练的结果。包括好多这种传武大师啊，他怎么一上擂台让人打一拳，这个手脚就跟灌了铅似的，这走道都不会走了。这并不是说那一拳就打得多重，把这个打成重伤了，就他没有这种实际的对抗性训练，所以他这个反应不过来了。就以前这个军统啊、中统，包括就是很多这种传统的武术门派，包括好像中共特科他们也做这种训练，它是属于是打法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啊。当然，这个是对我们今天讲这个，给小朋友、给女性做这种安全训练很有必要的一环。它是叫做实景演练，或者也有别的叫法。以前呢，一般就是说，可能布置一个这种社会上常见的场景，比如说是一个酒楼、一个饭店，或者说一个剧场，或者说是一个这种车站，然后他会布置很多这种演员，就是有看报纸的，有抽烟的，有这种聊天的，有看手机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人。然后被训练的这个人呢，他也不知道谁会突然攻击他，他也不知道会突然发生什么事，然后他就正常的就可能给你一个任务，你要去某某某地比如说在这个餐馆某个座位坐满15分钟，然后等待接头的人，他一般指令是这样，然后突然可能就是这个端茶这个小二上来就直接把这个热水壶就往你脸上去扔。他训练的就是这种你应对突发情况的反应能力。绝大多数人就是面对突发情况，都是大脑一片空白的，就不知道该干什么，就甚至就是你正常的自然反应都会没有的。就我们之前讲过那个背侧迷走神经的这种冻结嘛，就是这种反应。那有过训练的，他不一定能选出最优的这种选择，但是他会有一个正常的反应，就是我怎么避免最小的伤害，同时有反击能力，就要做这种训练。也不需要太复杂，就是常见的情况嘛。就是你像孩子的话，可能一般就是教室的场景比较多，然后上下学的这个路上比较多，所以你就可以弄实际的情况，就是家里面你就多弄几个障碍物，摆几个凳子，摆几个椅子，或者是在这个路边回家的这个路上找一个路段，就做演练。怎么做呢？第一个就是说，比如说家长，你就来演这个坏人，你就抓住这个孩子的书包，或者抓住他的这个领子，抓住不放，试图控制他。这坏人就一般就这样嘛。就训练，你说，哎，今天爸爸要跟你做一下这个演一个戏，我来演坏人，你来看看你怎么办。一开始好多孩子他是手足无措的，但是也有真的有孩子他这种就是你说本能也好，说是宿世学来的这种也好，
就真的是他知道怎么反抗，知道怎么躲开，知道怎么去闪避。总的原则就是你要教小孩说，如果有人这样抓住你的领子，抓住你的书包，不要跟他拔河，因为敢这么抢你，敢这么拦你，敢这么抓你的人，往往都是认为他的能力是比你强的，他的体力、体能、体格比你强，他能够控制住你。所以你如果去跟他拔河，往往结果就是一个输的结果，就是你不光书包被人拉走了，不光你人被控制了，你可能还会受伤。那怎么办？找个机会撒手，把书包就给他，就是舍财保命。那他拉你领子怎么办？那简单，你一定是穿那种穿脱方便，像我这样直接金针脱壳，衣服给你，然后我就从下边就溜走了。这个可能女性就不太适合啊，但小朋友没问题。就是你衣服的时候，你就不要说系到这个这么靠上。我都是给我孩子都是多留点空，就是有人抓你衣服，衣服给他，让他撕坏了，你自己跑，你别挨揍。然后他这个时候，他往往预期是能够抓住你，能控制住你嘛，你会跟他抢嘛。但是你反过来思考，他没有获得他的预期，你直接把书包给他了，那他可能他反而摔一跤，或者说他至少重心有点控制不稳，趁着这个机会拔腿就跑，往相反方向跑。路上碰到劫道的，碰到这种小偷小摸的，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你就不要说是好多人就说华人都这个现金带的多嘛，你这个钱包目标太大了，手机目标太大了，你就是身边一定贴身留点救命的钱，100美元，100人民币都可以，你有个应急的钱，可以打个车，可以打个电话呼救就可以了。然后你说钱包、手机碰到持械的，你明显不能反抗的这种人，直接扔给他，扔远一点，对吧？他要是为了这个财，你就有机会逃跑；他要不为了这个财，那你就把这个警戒心就提高多一个级别。就是碰到抢夺这种场景，这个是可以演练的。你一开始孩子没有反应，是很正常的。你练几次之后，他就知道，哎，我应该怎么做，我怎么跑，怎么脱离这个场景。第二个呢，就是很常见的，就是把这个人逼到墙角，就给你弄到一死胡同。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就是小孩子比较简单，小孩子因为你小，你是有优势的，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比对方高大强壮我才有优势。有的时候你人小反而是一种优势，他是不可能完全把你封死的。你就看他的眼睛，看他的这个腋下，看他的两腿之间哪儿有空隙，往哪儿钻。你光推他的胸口，你肯定是推不动的。就是好多电影演的这个都是不现实的东西，就说什么你踢他裆啊，或者是攻击他要害啊，只要是要害，人都有本能的保护反应的。所以你就是转移他注意力，找个机会从腋下或者从胯下钻出去，小孩是可以从胯下钻出去的，然后你赶紧跑，这样他呢，他至少要转个身吧，他转身这个机会就够你跑出个几米了。不要小看这几米，你就有机会呼叫，就可以这个获救的。然后有一个就是说，这个他们说这个人贩子嘛，就是最常见就是直接跟你这个孩子拉拽，就是拉着你胳膊就把你拉走，甚至就直接抱走。这个时候呢，你看你是多大的孩子啊？如果是大一点的孩子，就相对安全一点。你要小的孩子呢，就是你要学会一个本能，就是直接抱着柱子，或者抱着他大腿，或者就是重心往下走，就是一屁股就蹲地上了。你去硬跟他反抗，一般反抗不了。
然后同时大喊，就说：“哎，我不认识你啊，或者我着火了啊！”就是你喊的越夸张越好，但是这个最好是要教小孩，你不教小孩，小孩他的本能反应可能不是说那么好。这种是比较常见的这种场景演练。还有一个就是保护小孩，父母一定要跟孩子商量一个就是秘密暗号。就是你比如说，啊，今天父母没来，来了一个陌生的叔叔阿姨过来说，哎，我是你爸爸妈妈叫我来接你的。那怎么识别这个？最简单就是有一个秘密暗号，你就直接说，哎，那爸爸妈妈让你跟我说什么呀？你这个密码，你这个暗号别说的太常见啊！你说，哎，给你买巧克力，那这个太好蒙了。你或者说像那个得学那个马三立先生，对吧？一会儿跟你妈说我名字叫逗你玩儿，然后偷你们家衣服，然后那孩子就叫妈，有人偷衣服，谁偷啊？逗你玩儿，这就完了。所以就是这个密码暗号啊，得稍微的设计的特别一点，然后定期换一换，这样就可以避免很多危险。还有就是现在这个网络比较发达嘛，大家千万注意，就是别没事老把这个孩子的照片啊、视频往朋友圈、往网上发，这个就挺危险的一个行为。我看这王教主就做的挺好，这个孩子保护的比较好。这个刚才讲的就是这个现实演练。这个演练这个做好，其实可能比你说我学个3年5年的这个巴西柔术啊，这个菲律宾短棍可能帮助更多。就是面对突发情况，你好多技术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有用。很多时候你学这个技术啊，就是只能欺负没练过、没学过的人。然后他很多都是只是在赛场在一定规则之下才能够有这种胜负的这种结果，而现实社会当中没有人有这种规则的，尤其是有这种不好的想法的这种恶人或者歹人，他是不讲规则的。那你作为弱者，你得把这个技术磨练到什么程度，你才能够制服这些人呢？这个是很难通过单纯练技术，当然你练肯定是比没练要强的。这就是我最后再推荐一下啊，就是一定要学，就是大家比较速成的，我觉得还是说巴西柔术啊，就是它都是在极端情况下嘛，所以你可以有脱困的这个能力，或者说制服对方的能力，这个是有可能突破一定的这种体格限制的。其次就是菲律宾短棍，就是你随身你带个家伙，或者说你手边有什么抄什么，这个短棍就是很好的一个自卫甚至反击的一个武器。我记着看有一些纪录片，就是你菲律宾短棍，或者说你随便你练个短棍的方法，你有个器械，对方就是拿匕首是很难近身，或者说很难伤害到你的，因为你短棍一般都要比这个匕首长嘛。然后你有这种空间感，你就可以有这种自我防卫的能力。包括我看有一些美国这种，就是校园枪击案也好，就是社会上这种枪击案也好，就是并不是说你一定要特别强壮，就是你抱起一个消防栓，你抱起一个椅子，他就会顾虑说，哎，我攻击这个人的时候会不会受伤，会不会疼，他就会多少有点顾虑，就甚至就躲开。我典型的就是那个澳洲那个商场那个恐怖袭击案嘛，就好像就是拿刀嘛，拿刀最后就是2个男士，一个拿着消防栓，一个抄起把那个餐厅那个椅子，那个就制服他了，他就不敢攻击了嘛。
这个就是这个，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学武术的话，最好还是年纪大点吧，就是体格发育的差不多了再学。因为学武术、学格斗也好，并不是说我们要让这个孩子成为那个凶器，而是希望他能够掌握这个安全感，就是说，面对危险、面对突发事件的时候，他知道怎么反应，怎么保护好自己。这个是比你学这种单独的技术要重要，而且更实用一些。嗯，还有什么没讲的？我看看我这个大纲，应该讲的差不多了，还有一些可能小的例子没讲，就先讲这么多吧。大家是不是对这个话题不是太感兴趣啊？我这看一看统计数据啊。好，那今天就先讲这么多，我就下线吃饭去了，大家下次再见吧。有机会的话多交流，欢迎多点赞多转发呀，最后学一学这个新的，放一下滑就结束。好。